光在眼底闪烁，你迫不及待沉睡中醒来，故事从这里揭开，感受着呼吸越变越暖，安静到澎湃，奇迹般的力量，想拥抱你的心跳，牵你双手，看世界那么缤纷，等你探索。当生命有了呼唤，期盼未来，换我迫不及待，要在你生命中陪伴。嗨，这年代，只要肯干，还怕没饭吃吗？要不咱俩回老家吧？回你老家，回我老家都行，咱不在城里待了。弟弟，弟弟，不是，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这位是苏然，你能不能帮姐一个忙？什么帮忙不帮忙的？你尽管说。姐承认，刚知道你离过婚、还流过产的时候，就心里有点不舒服，就希望你跟俊潇好。结果俊潇生我气了，把我男朋友给告了，现在他家也不回，我们姐弟俩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，我男朋友工作也没了，你能不能帮我跟俊潇求求情啊？看来弟弟还是没有回医院。你家虽然离医院不远，坐地铁也要几站，小猫又不会坐地铁，还是在家附近找找吧。我找了一夜了。你不是说他很恋家的吗？他是很恋家的，平时抱他出门他都不出去，他怕我们又把他抛弃了。昨天我妈就是晚上开窗透了会儿风，他就不见了。终归是野猫，野性难驯。弟弟是不同的，弟弟和瑞瑞就像我和都弟一样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吃苦，一起对抗外猫，也是见证我们俩友情的两只猫。人家都说，闺蜜之间是塑料姐妹花，我看塑料还能经得起风雨，所谓的闺蜜情，只不过是厕纸姐妹花，看起来洁白纯净，溅上点水滴就崩塌。人和人的情感最难判别，就连一起长大的兄妹都会翻脸，你又何必这么坚持呢？溅点水花就崩塌的，那是因为总有一朵没有防水的阴石。兄弟姐妹随便翻脸的，那也是因为总有一方把外物看得比亲情还重。我不想做那个没有防水意识的人，我也希望你不要做那个看重外物的人。我姐姐来找你了。你该回家了。不管姐姐做错了什么，她都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也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为你付出一生的女人。她做什么不值得原谅呢？更何况，她都原谅你了。我怎么这么幸运？有姐姐，还有你。我们得赶紧给王大成找个工作了，要不然以后受苦的还是你姐。好。娟儿，我的工作已经找好了，是给老板开车。别装了，王大成的新工作呢，是聪瑞的爸爸给介绍的，
在一家外企老板手底下当司机，以后啊，他就要穿西装、戴白手套上班工作了。我说聪瑞，可真是个好姑娘啊。现在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回家，我想吃包子。哎，好，你要什么馅儿，姐给你包。哎，你以前不是去当过评委吗？赶紧透透题啊！原来你这火急火燎的把我叫来吃饭啊，原来就为这事儿啊？那不然呢？仰慕你还是咋的呀？行，这难得护士长为谁这么操过心，那我就说说出题的逻辑。一般比赛出的题啊，往往来自于真实的病例，反映出出题者的临床经验，甚至于是教训。在医学上没有正确答案，只有最优选择。当时、当地那个人的选择，这个是独一无二的，不可复制的。记住，当时、当地那个人，题目的环境非常重要。所以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，答案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甚至于你能做出跟出题人完全不一样的选择。但是你要考虑清楚，把所有的问诊过程问到问透。还有个小秘诀是什么？出题人毕竟不是真正的患者，不怕多问，问得越多，演员越容易把预埋的底告诉你。听起来真挺刺激的，我都想参赛了。刺激，输了就是打击。如果医生没有想到他最该想到的那个点，那这自尊心和自信可非常受打击。最近念白不黏你了？忙项目呢？吴聪瑞已经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在帮他备战，你这好像挺淡定的嘛。不需要。你呀，有的时候也要学会适当的示弱，知道吗？你每天对外散发着我很强，我特别强的信号，大家都会以为你真的很强。有时候明明可以帮你，都不敢帮，生怕帮了被你嫌弃。确实不需要。行，天才嘛，都是孤独的，加油吧。哦，对了，有空跟念白多聊聊，跟他爸的事儿，还有跟我的事儿，让他别扛着。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嘿，你俩可真是天生一对儿啊！还好我自己也那么讨厌，不然早讨厌你了。走了。刘念白，怎么了吗？聪瑞，以后你啊，有什么事儿直接微信我，大老远让我跑一趟，不马。我可以加你微信吗？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你应该检讨一下，为什么没有我的微信？我们不敢呀，我扫您吧。行了，我走了。我送田蕊。送什么呀？这楼里我好像走丢了，这干嘛干嘛去？谢谢啊。怎么样？有收获吧？哎，我前几天听说有几个大赛的评委提前过来了，而且在外院有讲座，我帮你要入场券。这是什么神仙分组啊？我的天哪，这么多医生，上汽急诊、心内心外、神内神外、普外，还有其他医院的，这得100多号人吧？差不多吧。你怎么认识那么多人啊？院总嘛，就是要跟各个科室打交道啊，这是工作需要，而且跟各个科室打好交道啊，工作起来才更容易嘛。特别是需要各个科室合作的时候，而往往很多重大病例都是需要各科室合作的。果然是学生会主席。李俊霄只是有当大主任的潜力，要不是你们2个女人太凶猛，把他闪光点压制了，人家早就是明星医生了。佩服佩服。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？田主任怎么说？说赶紧让住院呢。孩子可能保不住。啊？胡说什么？田主任都没说保不住。我妈在老家的时候，你们迷信偏方不让她吃降压药，现在她的尿蛋白比上一次猛增，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肾脏损伤。现在孕25周，慢性高血压合并重度子痫前期，如果这几天的治疗没有效果，田主任一样会建议终止妊娠。但是，就算治疗有效果，以我妈现在的年龄和她的身体状况，
再撑下去也没有意义。与其等到26周之后，既损伤身体又要引产，还不如手术点做。哎呀，得，你就是不想要弟弟，你说啥我都不信。永福，田主任啥时候来呀？田主任忙着呢。田主任开的药我看过了，主要就是降压治疗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妊娠才是病因。如果你们不愿意相信我，你们可以等他来，但我希望你们2位想清楚，到底是我妈的命更重要，还是那个不健康的早产儿更重要？妈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妈，您别着急，我找个别的医生，咱们私下问问。如果说的跟杜迪一样的，那咱就只能死心了；如果说的不一样，咱们就死保。你找的医生靠不靠谱啊？我上次来，就是他帮忙给建的档。叔叔啊，哎，小吴医生，怎么不去病房找我啊？这是我妈，杜迪的奶奶。哦，奶奶好。哎，您好。您坐。奶奶，您高寿了啊？这次过来路上累不累啊？还不到80，身体好着呢，不累。你身体看起来就很硬朗。小吴医生，杜迪妈妈今天刚住进来，您给看一看，这孩子还能不能保？杜迪怎么说呀？杜迪有点担心，一下子下不了决心。我看看啊。25周，这情况有点严重了。奶奶，您先别着急啊，我把阿姨的情况跟您说说，好不好？好。对于阿姨这种重度子痫前期的孕妇，一般怀孕不到26周的，并且治疗也是病情危重的，我们会建议终止妊娠。26周到28周，要看阿姨的身体情况，我们来决定是否往积极的方向去治疗。但是28周之后不稳定的话，我们就终止妊娠；稳定的话，就随时等待手术和生产。你说的我都没听懂。就通俗来说吧，26周之前就别要孩子了，26周到28周，我们可以再努力试试。28周之后，我们要看母胎的情况，然后看看是否可以剖。但是，一切都要看阿姨身体的状况，因为26周之前生下来也是极早产，存活率也是不高的。虽然我们盛济医院在于危重症以及早产儿救治能力是全国最强的，所以阿姨如果能挺到26周之后，那孩子还是有可能保住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再挺1周，医生就不叫我们打掉了，对吧？我是哪里没说明白吗？怎么会给您这样的误解啊？是这样，主要呢还是要看阿姨的身体状况。我看了这些指标了，一切都不太乐观，但是死保一下也不是没有可能，一切要看这几天的进展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那就是说，不是不能保。那杜迪怎么说？杜迪怎么说呀？他想都没想就说保不住。叔叔，保不住是极有可能的，我们目前只能积极的去治疗。懂了，懂了，谢谢你啊，小吴医生。谢谢。你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？我妈的尿蛋白你看了吗？4个加，你是要杀了她吗？你先别急，你奶奶和你爸爸忽然之间来找我，我就跟他们解释了一下情况，而且我也没多说什么，我就是说了一些医生该说的话。什么是医生该说的？劝他们死保。我妈50岁的，她不是年轻人，她的身体状况根本就不可能稳定下来，拖到26周之后只会两败俱伤，到时候一尸两命，这是你想看到的结果。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知道现在的情况很危险，但你直接告诉你爸爸，孩子就保不住了，这样就对吗？我知道你从一开始并不想让你妈要这个孩子，那可是你能不能理解一下你妈妈的心情？当妈的心情你可能不能体会，但我深有体会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多想留住自己的孩子。杜迪，如果你真的为你妈妈好，你应该理解她，帮她保住孩子，而不是跑过来质问我。我就问你一句，这要是你妈，你也这么说？杜迪，我是真的为你好，你不要那么偏执，也不要那么纠结。
我更愿意顺应这个世界的同时去改变它一点点，而不是拼命跟这个世界对抗。我偏执，我纠结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说话的口气跟李军霄一模一样？你喜欢他，我不拦着你，那也请你以后别管我们家的事儿。果然是因为李军霄，你之前帮我分析了那么多，说是为我好，其实你就不想让我跟他在一起，对吗？我没有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你愿意看错人，你愿意被他伤害，那是你的事，我以后不管了。你这种天天刺伤别人的人，配拿林巧稚当偶像吗？你永远做不了林巧稚。妈，吃饭了。什么也不想吃，头晕的厉害。多少吃2口吧。特意给你买的高血压病人的饭，低脂无盐的。你现在啊，吃的越清淡越好。怎么样？没味儿啊。妈，值得吗？你说，他除了想要个儿子，你爸还有其他毛病吗？没有。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努力赚钱养家，孝敬老人。不光对你奶奶，你外公外婆在世的时候，他也把他们照顾得很好。谁都羡慕我找了个好老公，虽然他一直想要儿子，也是受老家人的压力。他也想让你早点工作，不最后还随了你了吗？他从来没有亏待过家人，这唯一的愿望，他老实现不了。我作为被他照顾一辈子的妻子，努力帮他实现这个愿望，我愿意。可是你的身体，我不是还有你吗？你是一个好医生，你一定会保护妈妈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，杜迪。你一定会成为林巧稚那样的好医生。林巧稚，她可能是奶奶唯一尊重的女性了吧？你奶奶当初挺着肚子去找你下放的爷爷，在北京转火车的时候动了胎气，还好恰巧遇到了林巧稚医生，才保住了早产的胎儿。林巧稚大夫啊，看你奶奶身无分文，还免了她的治疗费。要不是林巧稚大夫，你奶奶唯一的儿子也就不存在了。真是大恩大德呀！妈，你说，难道我成为林巧稚那样的人，奶奶就会尊重我了吗？就会觉得我有价值了吗？你在妈妈心里是最大的宝贝，是这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孩子。那有了弟弟呢？还是你。弟弟是妈妈的任务，你是老天赐给妈妈的礼物。不管你奶奶说什么，你不要有压力，你一定要好好结婚，生自己的孩子，拥有一个不一样的家庭。不要因为我们害怕成为妈妈。各位妇产科的同事们，今天呢是我们盛济医院妇产科的元老瑰宝级人物，
卢教授以古稀之年呢，带领我们参加全国妇产科技能大赛。这是一次展示我们盛济年轻后备力量实力的大赛，所以只能拿第一，不能拿第二。接下来有请卢教授给我们讲话。谢谢田主任，谢谢各位抬爱。自从退休返聘之后啊，就越来越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，感受他们这个朝气跟冲劲。作为一个医生啊，随着年龄越大，经验越丰富，也就呢越缺失了这个挑战的勇气。做一个守规则的医生是不犯错，但病人呢就可能失去了生存的机会。我希望我能够像年轻人一样，还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。田主任说了嘛，这次只能拿第一，不能拿第二。其实啊，在我们盛济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，就没拿过第二。这次呢，盛济妇产科派出了5名规培医生，有盛济医学院出身并在盛济规培的，有是外院的，也有呢是在其他的医学院毕业以后来我们盛济医学院读博的。这种多元化的搭配啊，是特意为之。一方面呢，要展示我们盛济的这个规培的水平，不能是来自哪里的规培生，只要到我们盛济，他这个水平啊就有一个巨大的提高。另一方面呢，大家的背景不同，又可以互相学习。我呢就负责好大家的衣食住行，照顾好年轻人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坚决完成好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。谢谢大家。再一次感谢卢教授啊，也期待你们凯旋而归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散会。我给你带了一些巧克力和糖，一旦你紧张了，就吃一个甜的，缓解一下紧张。你看见黄主任了吗？对啊，黄主任今天没来啊。奇怪了，他辅导了我这么久，为什么我出征的时候他没有出现呢？可能是睡着了吧，毕竟她现在怀孕了嘛。我有点担心他。你今天见到他了，一定告诉我一声。我又不是去夜店，拿这么多酒干什么？哎，我觉得你微醺的时候比较可爱，说不定能赏骂评委几句。我傻呀！我骂评委干什么？我去比赛的。哎，评委都一定会挑衅参赛者，什么能让你丧失理智就说什么。说不定你火大了就掀桌子。怎么可能？放心吧。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帮我好好照顾我妈妈。孩子是继续保还是流掉，就这几天的判断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奶奶和我爸爸都不靠谱，所以你帮我盯紧一点，该吃的药不要落下，不该吃的东西也千万别让他吃。还有要进行突然袭击，检查桌面还有垃圾桶里，别让我奶奶给他带来什么奇怪的偏方。还有每天晚上6点到8点，我爸爸都会送我奶奶回宾馆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找我妈妈单独聊一下，看看她的真正状况。都记清楚了，遵命。好好跟从日相处啊，争取和好回来。这一扇大门背后，匆匆忙忙不眠不休，人来人往。他们等待着咱们就在这儿啊，这就是咱们的，走吧。卢教授，卢教授，哎，来了。没想到啊，盛济都把您亲自搬出来啊，这是势在必得呀。哎呀，我就是一个老闲人，带着出来玩玩，顺便来见见大家。好，来走，来，坐。技能大赛现在开始，第一项
缝合。每颗心灵都不再一样，憧憬着远方。人生清淡最重要的一项，幸好有天使般的你陪伴去完成。这一扇大门背后，这么复杂的婚姻撕裂伤，我的最弱项。吴聪蕊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你练了很久了，就算不好看，也肯定不会出错。他们等待着奇迹，他们肩膀上扛着压力与生命，世上最温暖的双手。那女医生也是规培生吧？荣转第3年。盛季的人才储备可怕，一个规培生也有外科大医生的风范啊。每颗心灵都感受到爱灿烂的绽放，人生清淡最重要的一项，幸好有天使般的你让我盛季音乐1号选手杜地完成。盛季音乐2号选手吴聪蕊完成。艰难产比赛现在开始。H. 请求帮助。E. 评估是否侧切。L. 屈大腿。P. 耻骨联合上加压。E. 步子或 Ruben 螺旋法。R. 四肢着地法。人生清淡最重要的一项，幸好有天使般的你陪伴去完成。这个是天蓝的，对呀。这个可是我们常常见到的新闻，而且是进的2个。盛季医院杜地5分，吴聪蕊5分，江州大学第2附属医院王启康4.5分，市人民医院刘润田4分。怎么样？有信心吗？有。怎么就一个人有信心啊？练是练了，但实际操作比较少。没关系，慢不要紧，但记住，手一定要稳，千万不能把葡萄弄破。只要不破，就没有关系。腹腔镜比赛现在开始。人才济济啊！付出啊，最后有收获了。哎呀，彼此，大家都不错，大家都不错。问诊比赛选手问诊啊，一个人一个人进去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挖出评委的隐藏信息。去，你们去出题吧，去吧。完了，跟杜地一道题，必输无疑了。市人民医院刘润田。盛季医院杜地。新民医院来小兵。
盛基医院吴聪瑞。聪瑞，你太棒了！是我吗？真的是我吗？啊！喂，你比赛结束了吗？阿姨不太好，你能赶快回来吗？我马上回去。卢教授，恭喜你啊，后生可畏，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我想问一下，杜弟呀，怎么最后被吴聪瑞反超啊？是这样的，这个重度子痫前期的考题，答案可以是选择保胎，当然了，也可以是终止妊娠，但是有一个隐藏条件，那就是孕妇高龄，且所处的地区没有妇儿抢救以及宫内转诊的条件，这种情况下是必须终止妊娠的，否则就是一尸两命。杜弟坚决要求终止妊娠，他说女人啊，不该为了生孩子送命，有点赌气的意思。但是吴从瑞表现得不错，吴从瑞挖出了隐藏条件，所以赢得很漂亮。阿姨今天开始出现了抽搐的情况，幸好田主任过来及时处理了，现在刚刚平静下来。清查效果不好吗？不太好，他基础病太多，身体又弱。田主任，你可要尽可能的帮我们保啊！我知道，您放心，我们医院一定会尽力的。现在想保也不是不可能，但如果他再犯病的话，就得进重症监护室了。进哪儿都行，只要能保住孩子。进什么进？你就知道保孩子啊？孩子是命，我妈的命不是命吗？进了重症监护室保胎，我妈跟个容器有什么区别？我真不希望我妈为了这个孩子落下一身病，影响以后日常生活，会很辛苦的。我求你了。你怎么说话的你？别激动，别生气啊！阿姨刚刚睡下。我没有不顾她的命啊，我只爱你妈妈一个，我只想要她的孩子。钱，我可以卖房子，以后我们怎么养不需要你操心。我家里宅基地还值几个钱儿，我回去卖的。杜弟，你说的困难是有的，而作为医生，我们要在尊重医学的情况下，也要尊重患者和家属的意见。现在你们两个都是家属，所以你们拿个主意，告诉我，总之我会尽力的。谢谢田主任。要不先让他们冷静一下，再商量商量。哎，杜弟，比赛怎么样？升级第一啊，那你第二。考了个第二，你拽啥呀？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1点了，一个人回去不安全。对不起啊，最近太忙了，也没有陪你。发生这么大事情，没能一直在你身边。我妈怀的不一定是个男孩，是我骗他们的。刚开始，我爸一直缠着聪瑞问那孩子的性别，聪瑞没告诉他。然后他就跑过来缠着我问，我实在没办法了，就骗他说是男孩。我原本以为这样他们就能对我妈好一点，没想到他们竟然完全不顾我妈的身体状况，坚持要保胎。如果是你呢？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办，
我会选择说真话。我们盛记啊，不是第一次拿全国第一，但是呢，包揽前3名这是第1回。我们恭喜第1名吴聪瑞，第2名杜弟，第3名冯冰冰。科里决定呢，奖励参赛人员每人3000元，吴聪瑞5000元。院里的表彰和奖励呢，下周能够下来，恭喜他们！来，恭喜吴聪瑞勇夺第1，啊不，全国第1！来，干杯！来，谢谢大家，恭喜！恭喜啦！恭喜！谢谢。来吧，尝尝。今天要特别感谢各位老师的耐心教导，如果没有大家的帮助，就没有在赛场上的我。这次比赛真的是太难了，每个医院可都是高手。我们团体的总分只超过第2名2分，题又特别难。模拟考试上来就是考艰难产，幸亏苏爷当时提醒我了，说艰难产必考，让我狠狠地练了一下。缝合上来就是会阴重度撕裂，我的妈呀，我整个汗都下来了。你知道之前我所有的项目我都赶不上杜弟，就是最后问诊那一项我给扳回来了。哎，对了，杜弟呢？你没叫他吗？我给他发信息了，他没回我。哎，你拿第1心里不舒服呗，就别强求了。这可就小气了，没有人永远是能拿第1的，偶尔给别人拿1次也没有什么嘛。哎，这次不一样，杜弟对下一届住院总的位置志在必得，怎么能甘心让聪瑞拿了第1呢？你们就别瞎猜了。杜弟是因为他妈妈昨天晚上情况有点严重了，心情不好。他过来吃饭，心里还惦记他妈妈那边的事，那不是扫大家兴吗？他妈妈怎么样了？在一个做选择的关键点吧。难得大家能为你聚齐庆祝啊，不好好吃饭，没准儿万一他还好这手机就响了呢。我的。喂。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现在过来。走了多久啊？出去才4分钟啊，这条路堵，应该没走多远吧？你妈的情况能出院吗？尽早稳定了。稳定了是好事，为什么要跑呢？田主任让我们签一个有可能随时会做紧急手术的知情同意书，怕耽误了抢救时间。我爸死活不肯签，他怕我趁他不注意把字给签了，所以就收拾东西带着我妈跑了。还好我提前让护士帮我留意了一下，他看那边拦不住，就赶紧打电话给我了。阿姨的血压刚稳定下来，这么折腾。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换家医院，不在盛记看。我不换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盛记，我要回去找杜弟，我要杜弟管我，我才放心。他有什么用啊？满脑子就想着怎么给你引产。咱们换家医院，我和妈都不用看他的脸色，还能多活几年。哎，好像是前面那个绿色牌的那个网约车。我怎么觉得后面有个车一直跟着咱们呢？这不是刘医生的车吗？他昨天送我去过宾馆啊。是杜弟，杜弟追上来了。师傅，你快点开啊！这么堵，这怎么开快呀？万一出点啥事儿，又扣分又罚钱的，
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尽可能快点。能再快点吗？师傅，你快点，再快点。先生，有什么家庭问题你们下车解决，别逼我开快车呀。那你停车，我们下车。这大马路中间怎么停啊？我给你打差评。先生，我们现在都有行程录像和录音，你给我打差评也没用。不管怎么着，我也不会违章的。好，好，好，你马上找个能停车的地方，行了吗？快停车！你不能这样带我妈走了，要回医院，没有救护车转运很危险的。妈，不关你的事儿，我是家属，我自己负责。妈，停车！妈，你们非法转运病人啊？非什么法呀？我是家属。妈，停车！我让我自己的老婆出院，怎么就非法了？你们还是赶紧下去吧，我这又不是救护车，出点什么事儿我可负不起责。妈，好，你停。停车！慢点，你站住！停车，靠过去！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回生记，我要回生记。我们马上就到了啊！咱到隔壁那条街上再打个车。我要回生记！别跑，你回来，别跑！停车！跑！妈，你别跑！妈，你别过来！女儿，回来！你快回来！妈，你别跑！跳入！杜迪，